去做研究生毕业答辩导师时，闺蜜给我发了一张男友的朋友圈截图，祝我的女孩第一次答辩顺利。照片中的女孩穿着硕士服，拿着毕业论文，青春洋溢，正是此时站上讲台开始答辩的女生。而她的毕业论文竟是我之前弃掉的论题。教室后排，男友正一脸深情地看着台上。我起身走到他的面前，笑道：“哟，你也来了？你说我丢掉的论题怎么就到他手里了呢？”我从评委席上走到他面前，俯视着男友骤然发青的脸。庭深，你听他的论文内容熟悉吗？无双，你听我解释。庭深一脸慌张，他下意识想伸手拉我，我后退半步，避开他的触碰。那你好好解释一下，我丢掉的论题怎么就成了他的所谓心血？讲台上的林美媛僵在原地，评委席上的几位教授面面相觑，不明所以。只有院长张教授站了起来，带着圆场的意思走过来。赵教授，这位庭先生刚赞助了我们学校的食堂和图书馆，后续还有几个项目在合作。你们俩……他看看我，又看看面无血色的庭深，见他正在猜测我们的关系。我转头对张院长笑了笑，他是我男友，赵氏集团的副总。庭深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就是听说，今天组里实习生要做毕业答辩，我刚谈完客户，正好路过，就来捧个场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庭深，你这领导当的可真够深入的，他论文里的数据怎么跟我数据库里的某组数据一模一样？庭深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。无双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确实在工作上指导过林美媛，她底子差，我只是看她可怜，想帮帮她。就提过你那个旧课题方向可能适合她，我绝对没把你的东西直接给她，都是她自己做的。庭深哥，林美媛不知何时也跑下了讲台，站在庭深身后半步，她眼圈红红的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。赵教授，你误会了，这论文真的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，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。我基础是差了点，但我也很努力啊，你不能因为庭深哥帮过我，就这样污蔑我。他眼泪说来就来，挂在睫毛上将落未落，楚楚可怜地看向庭深，又怯怯地瞟向我。我污蔑你有什么好处吗？看着他那张渲然欲泣的脸，庭深像是被注入了勇气，腰背突然直了些，带着怒气。赵无双，你够了！美媛还是个学生，她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？你就不能宽容一点，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她下不来台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以前眼瞎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我冷冷地打断他，懒得再看这对男女一眼，直接转向脸色尴尬的院长。张院长，林美媛同学的论文涉及严重的学术诚信问题，我申请暂缓她的答辩成绩，并启动调查程序。没等院长回答，我转身就走。身后传来林美媛压抑不住的抽泣和庭深压低声音的安抚。美媛，别怕，没事的，有我在。刚走出教学楼，手机就响了，屏幕上跳跃的名字是爸爸，赵氏集团的董事长。爸，兰兰，答辩结束了，怎么样？我和你妈订了餐厅一起吃饭，晚上回来吃饭，庭深也一起吧。提到庭深的名字，胃里一阵翻搅。庭深本是我家赞助的贫困生，人也确实勤奋，当初也确实是看好他的个人能力，再加上3年前家里着火，是他冲进火中将我救了出来。他身上没有富家子弟的那种傲气，我也慢慢被他吸引。父母看他对我确实认真，于是逐渐同意我和他的交往。可他为了另一个女生将我废弃的论题给他，还拿我数据库里的数据给他做材料。今天为了保护那个女生，犯了错还公然顶撞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捏紧了手机。爸，我这边刚结束，还有点收尾工作。庭深，我一会儿就跟他说，我们会去的。哦，这样啊，工作要紧，那你别太晚。我发了条消息给庭深，他没回我，打电话过去，发现他关机了。我打给庭深的助理，庭总可能手机没电了，他今晚要见重要的客户，他应该是直接去见客户了。手机挂断，屏幕还没黑。这时，一个陌生的好友申请突然跳了出来，头像正是林美媛那张穿着硕士服、笑得人畜无害的脸，备注写着：赵教授，我是林美媛，想跟您解释一下。几乎是同时，又一条申请蹦出来，还是他。我眯了眯眼，还是点了同意。对话框瞬间被刷屏。赵学姐，您高高在上，何必跟我一个没背景的学生过不去？论文是我自己写的，庭深哥只是好心指导，您这样咄咄逼人，不觉得有失身份吗？我知道您看不起我，觉得我配不上庭深哥的关系，但您这样仗势欺人，真让人恶心。您除了会靠家里和打压别人，
还会什么？有本事别靠赵氏啊！看着这一连串带着怨毒和嫉妒的挑衅，我反而笑了。果然不是什么单纯小白花。我快速敲击回复：第一，我的身份不需要靠打压谁来证明；第二，庭申盗用我电脑里面数据给你做毕业答辩，这件事本身就违背了大学生学术诚信问题，并且盗窃数据是违法的；第三，质疑我的能力。林美元，你实习期还没结束吧？明天上午9点，人事部会正式通知你结果，好自为之。一口气说完，对面竟然什么都没有回。我也懒得管太多，就当清静了。晚上7点，市中心那家需要提前1个月预约的高档法餐厅，柔和的灯光，舒缓的音乐。我陪着爸妈刚在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母亲正笑着让我尝尝她点的鹅肝。兰兰，你看那边。母亲忽然用叉子轻轻指了指斜后方靠角落的一个卡座，声音带着点不确定：“那个是不是庭申？”我顺着母亲的目光看去，那个隐蔽的角落，暖黄的壁灯光线暧昧地笼罩着2个人。庭申侧对着我们，正殷勤地切着牛排，脸上是我许久未见的温柔笑意。他对面坐着的女孩穿着白色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微微低着头，脸颊泛红，正是林美元。我给她发消息不回，电话关机。原来安排是在这里。妈，您这眼神真好。我下午给她打电话，发现她关机了。她助理跟我说，庭申今晚见客户。原来这客户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笑。母亲疑惑地哦了一声，又仔细看了看，摇摇头。他这客户好年轻啊。父亲略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招呼着侍者开酒。我放下水杯，拿起手机，对着那个角落无声地拍下一张照片。林美元的朋友圈也更新了，餐厅华丽的吊灯，精致的餐盘，一只修长的手正将切好的牛排递到他面前。某人为了陪我，连重要会议都推了，手机直接关机，全世界只剩我们，开心。定位显示索菲特法餐厅，怒火直冲天灵盖。我截下林美元那条炫耀的朋友圈，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，没有配任何文字，仅设置部分人可见：庭申的父母、我哥、公司几个核心高管，还有几个消息特别灵通的朋友。做完这些，我放下酒杯，径直走了过去。庭总，你助理说你今晚忙着见客户，我还在想什么大客户能让你手机都关机了。我还在琢磨什么级别的客户能有这待遇。我停在他们的桌旁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僵住的2人。庭申脸上的温柔笑意变成了尴尬，林美元则低下头，眼里是得意和挑衅。怎么，你的大客户就是这位盗用别人论题，靠着别人男友好心指导才能毕业的公司实习生林美元小姐？庭申猛地站起来，试图用声音掩盖心虚。赵无双，你胡说什么？注意场合。美元只是我项目上的实习生，他今天毕业答辩上被你那么针对，能不能拿到毕业证都成了问题。我作为他的领导。我嗤笑一声，打断他。领导需要关机，需要切牛排，需要营造全世界只剩我们的氛围。庭申，你当我是第1天认识你，还是当我是瞎子？我拿出手机，屏幕亮着，正是林美元那条定位清晰、图文并茂的朋友圈。庭申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林美元也抬起头，眼圈瞬间红了，带着哭腔。赵教授，你误会了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发那个朋友圈。庭申哥只是看我可怜，他是想安慰我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咄咄逼人？他说着，眼泪恰到好处地滚落下来。别装了好吗？可怜到能心安理得地剽窃别人的成果，可怜到能对发这种暧昧不清的朋友圈，可怜就能做没有底线的事吗？够了，赵无双！林美元受辱的样子再次激起了庭申的保护欲。这回没有张院长，没有那么多教授在，他直接站到林美元身前，将她护在身后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的，尖酸刻薄，像个泼妇。你非要把事情做绝吗？我迎着他愤怒的目光，寸步不让。庭申，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踩我的底线，你为了别的女人撒谎、关机，背着我幽会，现在你还倒打一耙。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我的左脸上，我头猛地一偏，耳朵嗡嗡作响，脸颊瞬间火辣辣地刺痛起来。所有目光都聚焦过来，这是庭申第一次打我。庭申自己也愣住了，他看着自己微微发麻的手掌，又看着我迅速红肿起来的脸颊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慌。我父亲猛地起身，几步就冲了过来。父亲一把将我护在身后，平时儒雅温和的脸此刻已经铁青。他二话不说，扬起手臂，狠狠回敬了庭申一个耳光。这一巴掌比刚才那下更重更响，庭申被打得一个趔趄，直接撞在身后的卡座靠位上，半边脸瞬间肿起。
眼睛也歪到了一边，狼狈不堪。林美媛吓得尖叫一声，缩在座位里瑟瑟发抖。庭生捂着脸，又惊又怕。庭生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着。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一眼吓得六神无主的林美媛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他抓起椅背上的外套，拉着还在抽泣的林美媛离开餐厅。回到家中，父亲余怒未消，背着手在客厅里踱步。母亲拿着冰袋，小心翼翼地敷在我红肿的脸颊上，眼圈红红的。我的总裁哥哥赵向辉接到电话也赶了回来，父亲气得来回踱步。混蛋，简直是混蛋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他竟敢动手打你兰兰。跟哥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林美媛又是谁？我将手机递给哥哥，上面是林美媛那条朋友圈截图和我拍到的他们在餐厅的照片。我简略地将论题数据剽窃、微信警告以及今晚的冲突说了一遍。父亲和哥哥越听脸色越沉，眼中怒火翻腾。哥哥猛地站起来，岂有此理！我这就去。他话还没说完，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。门外是一道苍老且焦急的声音：无双丫头，开门啊！爷爷给你磕头了。我们都愣了一下，母亲走到门禁屏幕前一看，是庭生的爷爷奶奶。屏幕里，庭生垂着头跪在地上，他身边站着2位头发花白、满脸沟壑的老人。庭生的爷爷佝偻着背，脸上刻满了风霜，奶奶则用粗糙的手抹着眼泪，对着门禁摄像头不住的作揖。无双丫头，开门吧！贺娃子他知道错了，他混蛋，他不是人，爷爷替他给你赔不是了。爷爷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，满是哀求。庭生抬起头，脸上还带着父亲那一巴掌留下的红肿指印。他看着摄像头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哀求，突然抬起手，狠狠地左右开弓地扇起了自己耳光，啪啪，清脆的耳光声通过门禁传进来，在寂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。无双，原谅我吧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跟他断得干干净净，我发誓再也不见他了。无双，我错了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。别打了，我的贺娃子，别打了，无双丫头啊，你就看在爷爷奶奶的面子上，饶了他这一回吧。我们老庭家就这一根独苗啊，他糊涂，他不是人，我们给你磕头了。说着，2位老人真的作势要磕头。看着那2张饱经沧桑的脸庞，庭生狼狈的自残模样，想起他从小没有父母，是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吃苦长大的身世。2位老人浑浊眼中的绝望和卑微的恳求，像沉重的石头压在我心上。他们本分了一辈子，不该承受这些。我的心软了，我的声音带着疲惫和松动。够了，别打了，开门吧。管家将门打开，庭生跪在我脚边，抱住我的腿，语无伦次的忏悔保证。爷爷奶奶也在一旁不停地作揖，说着好话。父亲和母亲脸色依旧难看，但看着2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终究没有再说什么重话。我疲惫地说道：庭生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记住爷爷奶奶为你做的。3年前你救过我，这次我原谅你，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若再有下一次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赵家和你的庭家也再无瓜葛，带着爷爷奶奶回去吧。林美媛几次挑衅我，她的毕业答辩我会让张院长秉公处理，他若是真的清白，自然无事。庭生连连保证不会再包庇林美媛。随后他搀扶着2位为他操劳大半生的老人踉跄地离开了。客厅里只剩下沉默和疲惫。父亲重重叹了口气，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靠在沙发上，心里泛起一丝丝凉意。左脸的刺痛感依旧，但心里某个地方就被那2位老人的眼泪泡得又冷又涩。这原谅沉重得让人窒息。接下来的1个月风平浪静，庭生像换了个人，他竟然每天准时下班回家，笨手笨脚地学着做饭煲汤。他当着我的面删除了林美媛所有的联系方式，甚至换了手机号。家里的气氛似乎又回到了从前，连爸妈都说庭生这次是真知道错了。最新的财报，华东分公司连续2个季度亏损严重。我指着财报上的赤字 ，Amy， 给我调华东分公司最近半年的所有项目明细、人员变动和支出流水。另外，庭生最近频繁出差去那边，行程报告也给我。好的，赵总，助理 Amy 立刻去办。几天后，一份详尽的报告摆在我桌上。亏损的原因复杂，但一个异常点跳了出来。原分公司经理跟了我父亲近30年，
以稳重忠心著称的老员工陈国栋，竟然在1个月前被庭审以管理理念陈旧、不适应公司新发展为由，强行劝退了。而接替陈国栋位置的，赫然是那个被总公司 HR 扫地出门的林美媛。她的职位竟然是分公司市场部经理，怒意瞬间上涌。庭审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不惜踢走我父亲的老陈，也要把情妇安插到如此重要的位置。我立刻拨通庭审的电话，声音压着火：庭审，你现在立刻回家一趟，有重要事情谈。电话那头背景音有些嘈杂，庭审的声音带着惯常的忙碌。无双，现在不行啊，我还在分公司这边开会呢，事情特别多，今晚可能都回不去。我再说一遍，立刻回来。我的语气不容置疑。真的走不开，这边项目卡在关键节点了，明天一早还要见个重要客户。他语气透着不耐烦。晚点再说吧，先挂了。庭审，你电话被直接挂断，再打，关机。好得很。陈国栋被开除的理由是不服从安排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分公司不服从安排。我抓起车钥匙，直接下楼。司机见我脸色不对，一路将车开得飞快。抵达分公司大厦时已是凌晨，公司大部分员工已经下班，只有高层办公区还零星亮着灯。我冷着脸径直走向总经理办公室，门虚掩着，透出暖黄的光线，还有隐约的调笑声。我停在门口，里面的声音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，是庭审的声音。那个位置本来就是给你留的，陈国栋那个老顽固，仗着跟郭老爷子时间长，就敢对你的方案指手画脚。不开他开谁？接着是林美媛娇滴滴的笑声。庭审哥，还是你疼我。不过要不是赵无双那个女人害我没拿到毕业证，我也不至于总是来麻烦庭审哥你。庭审嗤笑一声，语气充满了鄙夷和不耐烦。他整天疑神疑鬼，家里那只母老虎哪有我的美媛温柔体贴？要不是当年，要不是为了赵家的资源，我庭审能看上他？轰！血液瞬间冲上头顶，用力深呼吸，让自己快速冷静下来。原来如此，他是为了我赵家的资源才靠近我这母老虎。原来在他心里，我赵无双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跳板。那些所谓的情分、忏悔，全是狗屁。巨大的愤怒和恶心交织在一起，我反而异常冷静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到录音模式，清晰地录下了门内那对狗男女接下来的污言秽语。几分钟后，我收起手机，没有再推门进去上演捉奸在床的戏码，那太掉价了。我转身，如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。坐回车里，我面无表情地操作着手机，将那段录音文件配上文字。庭总在分公司日理万机，原来是在为新任的大学毕业证都没拿到的林经理指导工作。这条内容设置仅部分人可见，我父亲、我哥赵向辉、赵氏集团董事会所有成员、公司核心高管以及庭审的爷爷奶奶。发送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司机默默发动车子。庭审是后半夜才疯了一样跑回家的，他在门外哭喊、哀求，甚至再次自扇耳光，赌咒发誓录音是误会，是林美媛勾引他，他一时糊涂。我房间的灯始终没有亮起，管家在门口转达了我的意思。我家大小姐说了，她不想见您，请您自重，不要骚扰邻居。第二天，赵氏集团总部发布了一连串重磅人事任免公告，解除庭审先生赵氏集团副总裁及华东分公司总经理职务，任命赵无双女士为赵氏集团执行副总裁，全面负责集团运营管理。华东分公司原经理陈国栋先生即日起复职，继续担任分公司总经理。解除林美媛女士在赵氏集团的一切职务，立即生效。公告措辞简洁，没有一句废话。庭审彻底懵了，他试图联系董事会成员求情，电话全被挂断。他想冲进公司找我，被保安毫不客气地拦在大堂外。他离开了赵氏，但他的自信仍在。他以为自己这些年积累的人脉、资源、能力都是靠在自己。离开了赵家，他庭审照样是条龙。他卖掉了市中心的大平层，贷了些款，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，准备东山再起，狠狠打我的脸。他信心满满地联系以前称兄道弟的客户。喂，张总，我庭审啊，我这边新开了个公司，有好项目。哪位？庭审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公司有规定，现在只跟资质评级3A 以上的公司合作。抱歉啊。哦，庭先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最近特别忙，手头项目都排满了，下次吧，下次。王董，是我，小婷。您看我们之前谈的那个，李哥，兄弟我出来单干了，有没有？电话被匆忙挂断，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，碰壁一次比一次硬。
那些曾经对他热情的脸，如今隔着手机都能感受到敷衍和避之不及。他终于惊恐地意识到，过去那些所谓的人脉和尊重，根本不是冲着他庭深这个人，而是冲着他背后赵氏集团副总裁的光环。离开了赵家这棵大树，他庭深什么都不是。客户们不买他的账，连供应商都要求他先付全款才肯发货。他租的办公室里，电话铃声少得可怜，只有物业打来的催缴房租和水电费的电话。庭深瘫坐在老板椅上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第一次感到了寒冷。我收回的不仅仅是赵氏集团的一个职位，更是他赖以生存、自以为是的全部世界。庭深的商业世界正在快速崩塌。庭深的积蓄在维持公司和应付林美元日益膨胀的物质需求下，很快见了底。他卖掉大平层后，在郊区租一个2居室，爷爷奶奶一间，他和林美元一间。而林美元似乎完全没意识到他的金主已经垮台，他依旧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刷着手机购物 APP， 把看中的包包、衣服截图发给庭深，娇嗔着：“贺哥这个月的新款，人家好喜欢吗？你答应过生日送我的。”庭深看着5位数的价格标签，再看看如今公司账户和催款单，只觉得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。他烦躁地回答：“美元，最近公司周转困难，缓缓行不行？”又困难？庭深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答应人家的事都做不到。林美元的声音充满了抱怨和鄙夷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买不起就别答应啊，还说什么我想要的都给我买。庭深气得猛地挂断电话。林美元从来不做家务，油瓶倒了都不扶。庭深的爷爷奶奶看在眼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2位老人节俭惯了，看不惯林美元的懒散和浪费。老人家牙口不好，习惯把菜炒得软烂些，口味也清淡。林美元夹一筷子就眉头直皱。哎呀，奶奶，这菜都煮烂了，一点嚼头都没有，太淡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怎么吃啊？他抱怨着，筷子一扔，要么点外卖，要么干脆不吃。这天晚饭，林美元又挑剔了一番，筷子都没动几下。庭深心里烦闷，胡乱扒了几口就躲进了房间。客厅里，爷爷忍不住低声对奶奶叹气：“这日子还不如从前无双丫头在的时候呢。”奶奶抹了抹眼角，也压着声音：“是啊，无双那孩子，虽说自己不下厨房，可人家心细啊，知道我们老了手脚不利索，特意请了煮饭阿姨、保洁阿姨，啥都不用我们动手，还总叮嘱阿姨按我们口味做。哪像现在，我们这把老捕头了，还得伺候人，伺候了还要被嫌弃。”林美元刚巧从房间出来拿水喝，听到老两口的抱怨，立马来了火气。林美元瞬间炸了：“拿我跟赵无双比，他那么好，你们去找他啊？赖在这里干什么？嫌我不好，我还嫌你们碍眼呢。庭深，庭深，你听见没有？你爷爷奶奶骂我。”他冲到庭深房门口，用力拍打着门板：“这破地方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。”庭深被吵得脑仁疼，猛地拉开门，脸色铁青：“够了，都少说2句行不行？”他再也受不了出租屋里林美元那张不满的脸，干脆借口谈客户，每天耗在办公室里。这天晚上，他在酒吧里硬着头皮约见一名潜在客户，对方是个油腻的中年男人，眼神一直在酒吧里穿梭的女招待身上打转。对庭深递过去的方案草草翻了2页就扔在一边，只顾着灌酒。庭深全程陪着笑，又不敢发怒。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，眼角的余光扫过酒吧昏暗的角落，卡座里穿着暴露紧身裙，正软绵绵地倒在男人怀里的女人，正是林美元。那男人肥厚的手掌正在她腰臀间游走。林美元不仅没有反抗，反而咯咯娇笑着，端起酒杯喂到男人嘴边，神态妖媚放荡，与庭深印象中那个楚楚可怜、需要他保护的女孩判若两人。一股被欺骗、被羞辱的怒火混合着酒精，猛地冲上头顶。庭深噌地站起来，连客户都顾不上，冲了过去。林美元，他怒吼一声，一把抓住林美元的胳膊。庭深想把她从那个男人怀里拽出来。跟我回家。林美元吓了一跳，看清是庭深，脸上满是厌恶。他用力甩开庭深的手。庭深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谁要跟你回家？你那狗窝，谁爱待谁待去。庭深指着那个脸色阴沉下来的男人。他是谁？林美元轻蔑地瞥了庭深一眼，故意往金链子男人怀里又靠了靠，扬起下巴。这是我的王哥，比你强100倍，至少王哥舍得给我花钱，不像你，穷鬼一个，连个包都买不起。我告诉你，庭深，我们完了，分手，听懂了吗？你这个贱人！庭深的理智被穷鬼和分手彻底击碎。
因为林美媛，他才得罪了赵无双，被赵氏开除。之后的创业四处碰壁，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气、屈辱和愤怒轰然爆发。他扬起手，狠狠一巴掌扇在林美媛脸上，清脆的耳光声在嘈杂的音乐中依然清晰。啊！林美媛尖叫一声，捂着脸跌倒在卡座里。妈的，敢动老子的女人！金链子王哥勃然大怒，猛地站起来。他身后阴影里立刻闪出2个身材壮硕、满脸横肉的马仔，二话不说，冲上来对着庭申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沉重的拳头和皮鞋落在庭申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，他毫无还手之力，像破麻袋一样被打倒在地，蜷缩着护住头脸，剧痛和眩晕感席卷而来。耳边是林美媛刺耳的咒骂，还有围观人群的惊呼和哄笑。庭申在医院里醒来，头上缠着绷带，酒吧里那一幕在他脑子里反复播放，林美媛的鄙夷和贪婪，穷鬼、窝囊废，还有他依偎在那个金链子男人怀里放荡的样子，如此清晰，如此丑陋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女人那张清冷、理智的脸。我从不向她索要昂贵的礼物，甚至在她事业上升期，还会提醒她投资要谨慎。我有自己的事业和骄傲，我强大到不需要依附任何人，包括他庭申。庭申惨笑一声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，混着脸上的伤口，又咸又痛。他终于明白了，林美媛哪里是爱他，他爱的只是他曾经依附赵家带来的金钱和地位。当他失去了赵家这棵大树，变得一文不值时，他在林美媛眼里就成了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。他的依赖，他的温柔，全是建立在金钱上的假象。而赵无双不需要他的钱，甚至给了他平台和机会。赵家大小姐需要的或许是忠诚，是尊重，是并肩同行。可他呢？他把他的独立当成了疏离，把林美媛的贪婪当成了被需要的证明。他愚蠢地为了一个贪慕虚荣的赝品，弄丢了真正的珍宝。巨大的悔恨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心。他错得离谱，错得可笑，错得无可挽回。庭申拖着还未痊愈的身体，再一次来到了赵家那座他曾经无比熟悉，如今却高不可攀的宅邸前。他没有再跪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铁门外，请求管家转达他想见我一面，最后说几句话。管家通报后，我答复不见。庭申的眼神暗淡下去，却没有意外。他对着紧闭的大门，深深的、无比郑重地鞠了一躬。无双，对不起，这次是真心的，是我眼下心忙，是我活该。我终于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。谢谢你曾经给过我机会，祝你以后一切都好。他直起身，最后看了一眼赵氏宅邸，转身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暮色之中。后来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林美媛的消息，据说他跟了那个金链子王哥没多久，就被对方的正牌夫人带着人堵在酒店里，他被打得不轻，脸都花了，最后不知去了哪里。庭申的日子也过得很艰难，他的小公司黄了，为了糊口，他在夜市摆了个小吃摊，刚摆好没几天，就因为没交保护费，被一群地痞流氓掀了摊子，锅碗瓢盆砸了一地，食材被踩得稀烂。他蜷缩在地上，抱着头，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。就在他走投无路，几乎要流落街头时，赵氏集团暖阳慈善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找到了他，没有多余的话，递给他一份合同。赵总交代，基金会需要一位熟悉基层、能吃苦的义工，长期驻点在你老家那边的山区小学，负责物资接收、分发和日常联络工作，包吃住，有基础补贴，愿意去吗？一份简单的劳动合同递到他面前，工作很简单，也很辛苦，把公司员工和社会捐赠的旧衣物、书本、文具送到指定的贫困山区学校，有基本保险，月薪4500。庭申看着合同上的内容，瞬间明白了这是谁的意思，一股复杂难言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有苦涩，有感激，更多的是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和赎罪感。他颤抖着手，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吧。庭申坐在堆满麻袋和纸箱的后车厢里，回到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，大石坎小学。司机跳下车，扯着嗓子吼：“王校长，送东西的来了！”辛苦辛苦。哎呀，这么大老远的，快进来喝口水。叔叔，这里面是书吗？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怯生生地问，声音细细的。庭申动作顿了一下，看着女孩充满渴望的眼睛，喉咙有些发紧，生硬地嗯了一声。太好了，王老师说有新书看。小女孩高兴地拍起手，其他孩子也跟着雀跃起来，脏兮兮的小脸上洋溢着纯粹的快乐。我作为公司代表，年底也准备好年货，
亲自去慰问了公司资助的所有学校。时光悄然流逝，赵氏集团的新大楼落成典礼盛况空前。我穿着剪裁利落的白色西装套裙，站在聚光灯下，从容地应对着媒体的镜头和提问。身后巨大的屏幕上展示着集团最新的产品线，引来阵阵惊叹。赵总，听说暖阳慈善基金今年覆盖的山区学校又增加了20所。有记者提问，我微笑颔首，是，让每个孩子有书读，有衣穿，是赵氏回馈社会的一点心意。看来庭深在他的老家干得不错。典礼结束，我刚回到顶楼办公室，助理 Amy 快步跟了进来，问我是不是要把庭深调回来。我让助理按正规流程操作。庭深拒绝了调回公司的条件，选择继续留在山区。年底，一场盛大而隆重的婚礼在本市最顶级的酒店举行。新郎是赵家精挑细选的合作伙伴，门当户对，青年才俊。我穿着量身定制的婚纱，挽着父亲的手臂，笑容明媚自信。宾客如云，祝福声此起彼伏。在婚礼璀璨的灯光里，我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宴会厅的角落，那里似乎有一个熟悉的影子，远远的，静静地站着，朝着这边望了一眼，只一眼，便迅速转身，消失在了璀璨的灯光里。我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，仿佛只是拂过一缕无关紧要的风。我收回目光，专注地看向眼前即将携手一生的丈夫。我的未来光芒万丈，再无阴霾。